小美被永远困在了这天，爸爸的车还是没修好，弟弟的眼镜还是没找到，妈妈依然会问他怎么衣服越洗越少。最惨的是，明天就是他的生日，可他却只能一遍遍听妈妈问他明天想要什么礼物。全家人只有他意识到被困在时间循环，没有人信他。可门外这么浓的雾，根本无处可去。就在他认命时，突然听到洗衣机后的声音，什么情况？怪事还没完，电话突然响起，小美吓了一跳，因为这电话早就坏了。接起来一听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，活见了鬼了。小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想玩会儿音乐放松放松，没想到一个阴森的声音顺着头皮爬到了耳朵眼里。这次小美听清楚了，对方低语的正是她的名字。小美吓得睡不着，总感觉门外有个鬼影。她悄悄跟出去一看，关着的阁楼门被打开了。小美伸手去摸，小美吓飞了，门后面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拦着自己不让看？一夜无眠，小美想起一切怪事的起点都是那台破洗衣机。她蹲下来一看，好像真的有什么。她大着胆子挪开洗衣机，是一扇血红色的小门，但小门紧锁，根本打不开。回到房间后的小美拿起乐器散心，头顶上突然一声响，像是什么东西掉在阁楼上。小美爬上去一看，是一盒录像带，他们家搬到这座郊外豪宅时拍的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没什么异常。等等，暂停放大，再放大，这是谁？小美拿出字母表和磁针，传说鬼魂的磁场可以改变磁针指向，用字母拼出她想说的话。小美问：“你在这儿吗？”指针依然纹丝不动。这时妈妈催她吃饭，小美敷衍着，可一回头，指针竟然真的动了。是的，与此同时，灯光闪烁，电视背后居然站着一个人。她赶紧从阁楼逃走，可她哪里知道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神秘人影出现之后，一切彻底改变。从不抽烟的爸爸变得烟不离手，问他啥时候开始抽的，爸妈却一脸蒙圈。Father always smokes after dinner, but he's gonna quit, right? 更大的变化是爸爸的脾气，温文尔雅的他变得无比暴躁，吼这个打那个。就在爸爸彻底失控前，一阵刺耳的门铃声响起。这大雾天的，谁会来？小美意识到不对，大喊着千万别开门，但门已经开了。谁？一个瘦长惨白的人影从浓雾中走出，1分像人，9分像鬼。神秘人自称是电话修理工，进门却直接走进了小美的房间。难道他知道什么？可神秘人却反问他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wake? 什么意思？神秘人步步逼近，一字一顿地说：不管你再听到什么动静，别多管闲事。更可怕的是 If you should try to contact the living,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suffer in ways you cannot fathom. 就在这时，小美在神秘人的墨镜中看到了自己，不是人，而是一具骷髅。小美彻底糊涂了，她知道自己被困在了时间循环中，但爸爸也太反常了，有时烟不离手，有时却说自己从来不抽，有时脾气暴躁，有时却温文尔雅。这次她跟好脾气爸爸吵架，赌气般冲进浓雾，骑了好久好久。一抬头，一模一样的家，门口却是暴脾气爸爸，吓得小美赶紧回头。惊魂未定的她回到房间，我靠，你又是谁？女孩猛然抓住小美，四周的一切开始急速涣散，门外也传来急切的呼喊声。女孩盯着小美嘱咐 Look under the floor。 小美从睡梦中惊醒，半信半疑地掀开地板，底下居然是一本相册，里面全都是新闻简报，内容也全都是少女失踪案，几乎每年一起。在相册的最后是一把红色钥匙，小美赶紧冲到地下室，她猜对了，红色钥匙打开门后必到通往密室，里面阴暗潮湿，居然全都是那些少女们的遗物。小美捡起一件，眼前立刻出现了受害者生前的一幕，他们都是被凶手迷晕后运到这里，然后在焚化炉里残忍的活活烧死。小美这边刚跑出来，那台没修好的电话又响了，是昨晚的神秘人，就一句话，别多管闲事儿。小美不听，神秘人直接挂掉了电话。干嘛？钟表指针疯狂旋转，小美眼睁睁地看着爸妈和弟弟无声死去，时间在他们身上飞速流淌，三个人渐渐变成了3具干尸。小美这才知道神秘人就是凶手，而自己就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。她死后也没被凶手放过，凶手把一家人的冤魂囚禁起来，继续折磨取乐。小美只能答应再也不试着跟其他冤魂联系了，这才被凶手放过。时光倒转，一家人重新其乐融融。小美还是会听到女孩们的声音，但她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多管闲事。谁知道那个冤魂没完没了，甚至直接追到了镜子里。小美没忍住一伸手，没想到却附身在女孩身上，眼前熟悉的一切瞬间变得陌生，还有一份调查资料。原来这里是现实世界，这个女孩家是豪宅的新主人，她发现了豪宅的秘密并追查了起来，这才意外闯进了冤魂的世界。更可怕的是，时至今日，凶手还在行凶。
可根据报纸上第一起凶案的时间推算，凶手应该早就死了呀。看着女孩爸爸烟不离手的暴躁模样，他终于明白，凶手死后成了恶魔，附身在每个搬来的男主人身上，操纵这些男主人的躯体，杀死了那些女孩们。而现在，恶魔已经附身在女孩爸爸身上了，怎么办？回到冤魂世界后的小美决定帮女孩一把，可刚回来，她就发现恶魔已经把弟弟骗到了地下室。小美心急之下冲到地下室，而这正是恶魔对她的惩罚，那就是再一次重温当年被活活烧死的痛苦。焚烧室里遍地白骨，小美被关在这里不知道多久了。除了手电筒，她手里就只有一枚刚捡到的戒指。焚烧室顶部突然打开，小美死命爬了上去，居然是第一个失踪的少女。等等，之前看见被火烧死的女孩，也是因为自己触碰了手表，也就是说，触碰遗物就可以跟他们的主人冤魂连接。现在的场景就是少女的最后记忆，她想逃，却被恶魔直接拽着，记忆戛然而止，小美也回到了自己的世界。绝不能让恶魔继续行凶。小美再次附身女孩，她在手臂上写下快跑，却听见楼下有人在争吵。女孩的爸爸已经变得极其狂躁，渐渐已经变成了恶魔的模样。小美夺门而出，门外不再是浓雾，她疯狂地跑出去，但刚迈出院子一步，就失去力气瘫倒在地。恶魔抹去她手臂上的信息，还嘲笑她：“你跑不出去的。”但小美的努力终于让她的冤魂世界出现了裂缝。妈妈和弟弟都想起生前的记忆，爸爸也终于承认，当年他被附身后杀了家人，他知道死后会永远循环这一天，永远循环这个噩梦。为了不让噩梦重演，他把汽车部件扔了，只有这样，车子才永远都无法启动，悲剧也就永远不会重演。他想得很简单，既然逃不掉，与其一遍遍重温杀人记忆，不如陷死在这平淡的一天。所有人都被唤醒的一瞬间，冤魂世界开始分崩离析，门外的大雾也被阳光驱散，家人们纷纷走向自由与温暖。可小美却留了下来，因为她知道其他的冤魂还被恶魔控制着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实中的那个女孩爸爸正在被附身，如果自己一走了之，那女孩必死无疑。小美再次附身，此时女孩爸爸已经被恶魔完全控制，只剩最后一个办法。小美跑进地道，把所有受害者遗物都收集起来。她请冤魂们一起帮忙，但遗物却没有丝毫反应，恶魔就已经靠近，直接把小美迷晕。小美醒来时，恶魔已经抓住女孩所有家人，准备活活闷死这一家4口。可她不知道，小美已经偷偷挣脱束缚。她趁恶魔不备跑出屋子，可她还是不能踏出院子一步。恶魔再次步步逼近，小美无路可逃时往远处一看，就是现在。恶魔被彻底消灭，女孩的爸爸也恢复了正常。当小美回到冤魂世界时， It's your birthday present. Happy birthday, Lisa. 恶魔消失后，亡者们的时间开始重新流动，小美的生日也终于到来。家人们送给她的礼物是一辆新单车。小美推开门，外面阳光普照，她现在终于可以迈向新生。